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刚刚落幕，国防部长董军应邀出席，并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发言。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展现了什么样的安全理念，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黄先生，首先，中国作为一个就是坚决倡卫和平并且倡导和平的大国，中国的安全观首先是要维护全球的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所以呢，第一个就是大家的共同安全，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发生了一些战争啊、冲突啊，都是有些人强调自己的安全而去毁坏别人的安全，就是我的安全是在你的安全代价上取得的。所以呢，中国强调我们一起安全，这样共同安全呢，只有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才能取得。所有这些呢，基于3点：第一点是放眼全球的，跟中国的人民命运共同体是紧紧相连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体现出中国的大国的担当。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并且有相当实力的大国，愿意在安全方面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事情。第三呢，当然也是中国一个平等观，就是在我们整个全球安全观的所有全球的国家，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这跟有些国家动不动强调自己是老大啊、自己霸权啊，总是强调自己是领导，你都是被领导，是有非常本质的区别的。应该讲中国现在提出的全球新的安全观，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本地区各个国家的一个高度关注。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形势呢，应该来讲是地缘政治非常紧张，而且各种热点问题呢层出不穷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世界各国呢其实都在重新定位和各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从本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各个国家来说的话，他们都在思考如何重新这个定位和中国、还有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大国的关系。所以呢，我认为呢，中国的新安全观呢，全球安全观对于这样的一个定位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那么这次中新防长对话能否对中新关系以及中国与东盟的这种发展产生出积极的影响？钱先生，这个两国呢，这个防务啊、安全合作呢，这个是这个两国呢这个总体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呢进行加强接触和沟通，那确实对两国呢这个下一步的关系发展呢，确实可以起到这个锦上添花的作用。而且呢，对于东盟来说，我们知道这个东盟呢，东盟10个国家组成，新加坡呢虽然呢面积最小，但是呢往往都被称为呢，外界称为新加坡呢是东盟的大佬、智囊。其实新加坡呢，它与中国发展这种务实合作这种关系呢，对中国呢，在东盟的这个影响呢，我觉得是一个正面的帮助。而且呢，也让外界看到新加坡，这么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呢也是跟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包括呢跟中新关系的这个发展呢都是同步的。新加坡与中国的交往也是获得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合作的利益跟好处。这个我相信呢，跟很多东盟国家呢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头，可能会更多的会落实在行动上。王先生，您如何观察和评估此次中方代表团的相会之旅，取得了哪些成果，又有哪些方面呢需要进一步的增信释疑？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是这个地区也是全世界发展最快、这个势头最猛的一个国家。所以呢，正因为如此呢，中国不但经济上、政治上、安全上、国防力量都发展相当快。所以呢，有些国家可能会有一些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对其他国家造成一种压力，甚至是威胁。那么，像美国一些国家呢，也利用这个来制造一些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始终的这个立场和中国倡导一些原则都是一贯的：第一，和平；第二，合作；第三，平等；第四，交流；第五，有时互相协商。我们知道我们之间有利益冲突，但是中国始终秉着这些原则跟你互相交流、协商来解决。看了现在反应呢，都是非常正面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5月31号下午，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于相会场边举行会晤。外界都希望从这场时隔18个月的中美防长首次实质性面对面中，窥探、捕捉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及亚太安全态势的蛛丝马迹。据报道，整个会谈持续75分钟，比原定1小时延长了15分钟。会谈结束后，中方代表团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具体情况。按照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的介绍，中美防长就两国两军关系及台湾、南海问题等交换了意见，称这是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
并表示总体效果是好的，继续保持沟通，也给外界不少解读空间。而第3次以防长身份参加相会的美国防长奥斯汀，则将相会会场当成美国秀场，在主旨演讲中继续兜售印太战略。中方代表团立即召开发布会，戳穿美方的华丽辞藻直指，美国鼓吹的所谓伙伴关系，实际上搞的是团团伙伙的小圈子。5月31号下午，国防部就此次中美防长会谈发布相对简略的报道。报道一半篇幅介绍中方关于中美两军关系的态度，另一半篇幅阐述了中方在涉台问题、涉仁爱礁问题上的立场。董军谈到，中美两军关系健康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两军应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真正当好两国关系的稳定基石。希望美方言行一致，与中方相向而行，切实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持以和为贵、以稳为重、以信为本，加强交流，担当责任，推进交往，探索出一条符合双方共同利益、契合全世界期盼的两军正确相处之道。会谈结束后，中方代表团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关于中美两军关系，董军部长指出，当前两军关系，研究员朱启超认为，不可否认，谈总比不谈好，双方加强沟通互动很有必要。中美防长在相会正式开幕之前举行会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向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传递了中美两军都想积极维护健康、稳定、可预期的两军关系。那么这对于稳定两国两军关系会起到积极的作用。6月1号上午，奥斯汀在相会第1次全体会议演讲中，一开口就提到此前一天与中国防长董军的会晤是一次坦率的交谈，这很重要。Yesterday,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in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Minister Do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had a frank discussion, and that's important. So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direct military-to-military talks between senior leaders. And there's no substitute for ope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calculations. 在演讲答问环节，奥斯汀直言要与中国防长保持紧急通话畅通。And I told Minister Dong that if he calls me on an urgent matter, I will answer the phone. And I certainly hope that he'll do the same. And it's that communication, I think, that will help to keep things in the right place and help us move things towards greater stability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台湾问题是中方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美防长会谈中，董军对奥斯汀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外部势力无权干涉。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严重违背所作承诺，向台独发出错误信号。我们敦促美方切实纠正错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以任何方式以武助独。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中将则在6月1号中国代表团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指出，解放军组织军事反制行动，就是要用更强大的能力、更有力的手段、更坚定的决心打击台独嚣张气焰，遏止外部势力干涉。景建峰还用4个绝不来回应台湾问题。解放军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台独等于战争。解放军练兵备战绝不停息，打突促统绝不停步，错步外来干涉绝不手软，坚决完成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使命任务。南海问题也涉及中方核心利益。中美防长会晤中，董军指出，当前菲律宾在仁爱礁等问题上背信弃义、挑衅滋事，与外部势力的怂恿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美方借军演之机，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对地区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中方坚决反对。中方坚持在遵守承诺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但对一味加剧挑衅的行为绝不姑息。
值得注意的是，美菲借此次相会联手再次炒热南海问题的意图显露无遗。菲总统马克思受邀在5月31号的开幕晚宴上做主旨发言，不出所料，其果真在南海问题上带节奏。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他宣称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对南海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抱有愿景，但这一愿景正在受到其他行为体的破坏。报道称，马克思没有具体点名，但显然是在指责中国。马克思还称，美国的存在对东南亚的地区和平至关重要。他还叫嚣，如果菲律宾有一个士兵在与中国的对峙冲突中死亡，菲律宾就把这件事视为战争行为。马克思还狐假虎威，搬出所谓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国，声称美国也持有相似的立场。晚宴上，马克思还被安排坐在奥斯汀的旁边，而在相会现场，有人还发现一位熟悉的面孔——美国 CNN 记者伊万沃森。他曾出现在菲律宾侵闯南海的船上，更是炒作中菲矛盾的惯犯。针对马克思相关言论，第二天有记者在相会会场就犀利提问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Your president just mentioned the United States just 11 times yesterday. Why always mention the United States? I cannot speak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Well, it is natural for us Filipinos to mentio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are our only treaty. To solve the South China Sea's problem, just two countries without other country. I cannot decide on the way forward. That is something we leave to the president to decide. 针对马克思相关言论，中方参会代表当晚就召开新闻吹风会以正视听。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对菲方主旨发言提出4个疑问：谁在违反规则？谁在挑起事端？谁在东盟之外另起炉灶搞小圈子？南海争端的解决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维护是靠南海周边的国家，靠东盟，还是靠域外国家？事实告诉我们，只能是菲方维护东盟中心地位是假，强化美菲军事同盟是真，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假，热衷于搞阵营对抗是真。6月1号，奥斯汀在其题为《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中，继续为菲律宾的南海挑衅政策站台背书。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景建峰则告诫菲律宾切勿引狼入室。非拉拢域外势力介入，美在南海拉偏架，美菲勾连作乱，中国和东盟是搬不走的邻居。邻里间有点磕绊是很正常，我们要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而不能引狼入室，引火烧身。景建峰指出，美国印太战略满是华丽辞藻，打着促进地区合作的旗号，但实际上却抱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搞封闭排他的俱乐部。真正目的是把一个个小圈子融合成亚太版的北约这个大圈子，从而维持以美国为主导的霸权地位。这个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制造分裂、煽动对抗、破坏稳定的战略。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共同意愿，服务的只是美国的一己地缘政治之私利，注定是没有前途的。尽管美菲利用这次相会平台联手炒作南海问题，但这一举动却让其他东盟国家再一次对此提高了警惕。我留意到，对南海问题，东盟大多数国家的报道保持了客观中立的立场。同时，我也听到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公开表态，亚洲必须非常谨慎，避免发生冲突。面对一层层风险，要防止水煮青蛙效应，我们也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让南海不失控。事实证明，尽管一些议题在相会这个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场上被刻意炒作，但绝大多数的东盟国家有自己的理性判断。
另外，外界也注意到，相比于奥斯汀在去年和前年的相会上发表美国在印太的领导地位和美国印太战略的未来步骤2篇演讲，今年演讲中，他对于美印太伙伴关系也提出了新想法，强调要有新的融合，指出美国要在地区打造的不是单一联盟，而是一套重叠和互补的倡议和机构，由共同义务的共同愿景推动。对此，中方代表团成员、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童真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此举是意图组建更多的议题式的联盟，从而打造他所谓的更加强大、更具有韧性、更有能力的联盟体系，只为凸显美国仍然是地区乃至世界的主导者，但地区国家未必照单全收。每一个国家都是出于自身的这个国家利益和安全发展。如果说美国依然一面倡导着所谓的地区和平稳定，同时一面呢又在背后挑唆个别国家在这个地区热点问题上，挑衅生事，那么实际上就是对地区和平的破坏。我相信各个国家也会看到美国的这个背后的这种双重标准和它这个相互矛盾的地方。5月31号，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于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在新加坡举行了会晤。中美两军关系已经被视为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温度计。那么这次两国防长坐下来面对面的谈了75分钟，两军关系是否已经全面解冻？会给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钱先生，可以说两军关系呢是在这个解冻了，解冻了，这个坚冰呢是融化了。但是解冻呢不等于说这个水就是热的，可能还是温的。要让这个水温呢变热呢，这个要需要双方呢这个共同这个努力。那现在呢，这个中美两军呢也都希望呢这个双方的这个分歧跟不能演变为这个摩擦。摩擦呢不能再演变为冲突，甚至呢这个更大的一个战争，这个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想这次会晤呢也是为这个两军关系呢进一步呢这个企稳呢，其实呢也是注入了更多的这个积极的这个因素。但下一步呢，就是你达成了很多的这个承诺，你这个你要执行下去，遵纪守诺呀。遵纪守诺，你不要就是说像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就包括这个美方呢，就是经常是行动制造危机。然后呢，言语来解决危机。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讲说一套做一套。那这个呢，这样子就解决不了问题的，只会把这个事情呢搞得更麻烦。美国呢，由于它现在一方面有俄乌战争，一方面有巴以冲突，两边都已经基本占满了，红海那边也搞不定，所以对美国来说已经是捉襟见肘这样的地步了。他当然不希望在台海或者南海出手。从这个意义上看呢，表面上当然美国军方是美国打压中国和中国搞所谓竞争的一个执行者，但正在具体执行方面看呢，我看美国的军方还是比较力求和平稳定、管控危机的。交流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我们第一，我们不会和你一起去搞对抗；第二，你如果搞对抗，我们不惹事，但我们绝不怕事。通过合作，通过交流，阐明我们的立场，画出我们的红线，告诉你我们是光明正大的，这些地方你是不能越线的，越线我们当然要反制。通过交流呢，我们说知己知彼嘛，也是很好的一个更加有力的、更加精准的来实行我们的政策，采取我们的措施来捍卫我们的利益，同时呢，也捍卫整个地区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在围绕着台湾问题吧，中方其实对美方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要求，比如说要求美方呢不得以武助都，这些语气直接就是不得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比较强烈的，也是比较坚决的这样的一种语气。您怎么看待我们在和美方这种交涉的过程当中新的要求以及这种语气的变化？您有什么观察？中国要明确地表示红线，那美国也是知道这个红线是不能越过的。比如这一次赖清德公然的挑衅在这个问题上，一下飞机就告诉台湾，告诉赖清德台独分子，他说他原话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有红线的，我们是不能越过的，这是他说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他说如果一旦越过这个红线，发生了武力冲突，我们美国是不是支持台湾，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他这么说，实际告诉赖清德，你要越过红线了，我们也帮不了你。那么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也是跟美国一个斗智斗勇，但我总的认为在3点上是不可逆转的。
第一个不可逆转，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力量对比越来越向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在发展。第二个不可逆转的，就是中国对台海局势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强。第三一点，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周边的国家，整个世界的国家都意识到，如果台湾出现了这个冲突，整个世界的和平，包括他们切身利益都要受到巨大损害。所以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把中国的一中原则作为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个局势，这个势头呢也是不可逆转的。今年的相会呢，首次安排了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做开幕晚宴主旨演讲。想请教一下黄先生，坦率的讲，菲律宾马克思说啥他可以去说，当然，无外乎是一种叙事之战嘛。但是呢，在说之外，菲律宾有没有可能会真的做一些什么事情？美国实际上现在对中国的打压，就是我说两个抓手一个扇面，所以两个抓手就是南海和台海做抓手，尤其是南海，那么扇面就是整个印太一个大的扇面对中国进行施压。所以如果没有在美国后边的从容和鼓励的话，菲律宾是不会出来闹的。当然，你要如果在事态发展下去，中国不会开第一枪，但是一旦对方开了第一枪，我们说嘛，中国绝不会让你有开第二枪的机会。美国是看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点，中国就说我们坚持和平谈判、协商解决问题的立场，但是如果你要碰瓷，我们的反制也是非常有力的、非常坚决的，这也被事实证明了。我想美国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在中非围绕南海岛礁问题上对抗加剧的情况下，东盟到底能不能够守住不选边站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东盟呢，其实他们现在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我认为他们是想既和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也和美国，还有西方国家，在经贸啊，在科技啊，甚至在防务上呢，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东盟大部分的国家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另外呢，就是东盟之间它有分化，所以呢，这个东盟未来在南海问题上会否出现一些这个不一致，会否影响东盟的这个一体化的进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的